年终奖发放当天，最低的普通职员都拿了6万，可我这个技术骨干的账户上却只有冰冷的0元。怎料我不仅没哭没闹，还平静的打卡下班，关机睡觉。谁知第二天，主管的电话快把我的备用机打爆了。小付，求你了，快来上班吧，天塌了！小付，父亲看到消息赶紧回电话，你人呢？出大事了！天秤座系统全线崩溃，所有业务都停了，客户的电话已经打爆了公司前台。我求求你了，小付，你到底在哪儿啊？你快回来吧！你再不回来，咱们整个部门都得完蛋。备用机在床头柜上疯狂地震动，屏幕上闪烁的李主管3个大字，像是一道催命符。我没有进。这台备用机还是3年前刚入职时，为了方便24小时待命处理公司系统问题而买。李主管的微信语音条接二连三地弹出来，紧接着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进来，我没接。很快，一条短信弹了出来：父亲，我是王经理，立刻回公司，否则后果自负。王经理在会议上对着 VP 赵总，把我熬了3个通宵做出来的系统优化方案轻描淡写说成是我们部门团队协作的成果。而团队里那个拿到6万年终奖的刘明，赵总的远房亲戚，连系统后台的登录密码都记不住。还有年终奖发放前，李主管拍着我的肩膀，皮笑肉不笑地说：小付啊，今年辛苦了，公司不会亏待你的。结果呢，我的年终奖居然是0元。手机微信里，技术部的同事群已经炸开了锅，有人甩出了一张内网截图，服务器状态监控页面上一片刺眼的红色，所有核心业务模块无一幸免。下面有人在哀嚎：完了，天秤座彻底宕机了，后台都进不去。谁动代码了？这下死定了。父亲呢？平时不都是他处理的吗？父亲人呢？我看着那个我的消息，嘴角勾起一抹极尽嘲讽的弧度。电话铃声再次不依不饶地响起，这次来电显示是赵总秘书。我划开接听，却没有说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年轻女人前所未有的尖利声音，几乎是嘶吼出来：父亲，你到底想干什么？赵总让你立刻马上滚回公司，你知不知道公司因为你损失了多少钱？一股压抑了3年的怒火，混合着一种病态的快意，在我胸腔里猛烈的翻涌。这不就是你们想要的吗？用最少的成本压榨出我最大的价值。现在成本没了，价值也跟着消失了。你们亲手拆掉了自己大厦的承重墙，现在反过来指责墙为什么会倒。喂，父亲，你说话啊？你是不是聋了？我依然沉默着，然后缓缓地、清晰地挂断了电话，随手拔掉了备用机的充电线，打开抽屉，将它扔进了最深处，和那些积攒了3年的加班记录、项目报告、荣誉证书的复印件扔在了一起。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刘明拿到年终奖红包时那轻蔑又带着幸灾乐祸的眼神。他走到我工位旁，故意把那个厚厚的红包在我眼前晃了晃，压低声音，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音量说：付哥，真不好意思啊，听说你今年颗粒无收，你说你那么拼命干嘛？技术再好有什么用？还不是得看人脉和关系。当时我只是面无表情地盯着我的电脑屏幕，但现在我知道了，技术好真的很有用，这仅仅是个开始。我要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切身体会到什么才叫真正的天堂。第二天清晨6点，天还蒙蒙亮，急促而粗暴的敲门声就响彻了整个门口。门外传来李主管和王经理焦灼的喊声，声音都变了调：小付，父亲，你在家吗？开门啊！父亲，我们知道你在里面，你先把门打开，我们有话好好说。我慢悠悠地从床上起来，走到猫眼前，看着门外那副因为熬夜和焦虑而扭曲的脸。李主管那副平日里总是挂着虚伪笑容的脸，此刻布满了油光和冷汗，头发乱得像个鸡窝。王经理则靠在墙上，不停地看着手表，眼眶发黑，嘴里念念有词：他们终于来了。我拉开门，但只开了一道缝，用身体堵住了门口。李主管像是看到了救星，脸上立刻堆起了讨好的笑，想往里挤。小付，你可算开门了，外面冷，我们进去说，进去说。我一动不动，冷冷地盯着他，他讪讪地停住了脚步。王经理清了清嗓子，摆出领导的架子，沉声道：父亲，公司现在情况很紧急，天秤座系统是你一手搭建的，只有你最了解。你跟我们回去把问题解决了，之前年终奖的事我们可以既往不咎，甚至可以给你补发双倍。闻言我心底冷笑一声，我可没收到年终奖。按照劳动法，公司无故克扣员工年终奖，等同于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我没有当场去劳动仲裁，已经很给你们面子了。所以理论上，我们之间的雇佣关系在昨天就已经口头解除了。我现在跟你们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李主管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不能这么说，小付，合同还在呢，你走了，系统怎么办？你这是不负责任。我一个人负责整个天秤座系统的开发、维护、升级，全年无休，24小时待命的时候，你们跟我谈过责任吗？那个只会写 PPT， 连数据库都分不清的刘明，靠着裙带关系空降进来，什么都不干，就拿了全公司最高的6万块年终奖。你们跟他谈过责任吗？王经理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立刻开始撇清关系。父亲，你听我说，年终奖的分配方案是赵总亲自定的，你知道的，刘明是他的亲戚，我们也没办法。他把锅甩得干干净净，暗示这都是赵总的意思，与他无关。既然是赵总的意思，那就让赵总亲自来跟我谈，否则免谈。李主管赶紧上来打圆场，几乎是在哀求了。小付，我的好小付，你就别为难我们了。赵总日理万机，哪有时间？我打断他，眼神变得锐利起来。那他就等着公司破产吧。天秤座是我写的，从第一行代码到最后一个模块都刻着我的名字，除了我，
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在1周之内让他恢复正常。你们可以试试找别人看看，一碰就彻底报废的后果，你们谁能承担得起？这话一出，李主管和王经理相互看了一眼，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绝望和恐惧。最终，王经理咬了咬牙，像是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好，我马上去跟赵总汇报，我保证他一定会来见你。闻言，我不再看他们，直接下达了逐客令。在赵总带着足够的诚意出现在我面前之前，不要再来烦我。随后，我利落地关上门，转身走进卧室，从抽屉最深处拿出了那个几乎被遗忘的老旧手机，开机，拨通了一个加密的陌生号码。是我，准备好了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低沉的回应：一切就绪。我挂断电话，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赵总，我为你准备的大礼可不止天秤座系统崩溃这么简单。下午3点，好几辆商务车气势汹汹地停在了我家老旧小区的门前。车门打开，赵总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走了出来，李主管和王经理跟在他身后，像2条丧家之犬，大气都不敢喘。他们一行人上了楼，把狭窄的楼道挤得满满当当。我打开门，看着门外这一群不速之客，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赵总率先开口，语气高高在上：父亲，跟我回公司，现在，立刻，马上！公司因为你的擅离职守，已经造成了上千万的损失，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我没有被他的气势吓到，反而觉得有些好笑。我侧过身，平静地说：赵总，请进吧。站着说话不累吗？赵总的眉头皱了一下，显然对我的平静感到意外。他犹豫片刻，最终还是带着他的人走了进来。我的小客厅瞬间被挤满了，李主管和王经理连坐都不敢坐，缩在角落里。说吧，你到底想怎么样？要钱？我可以给你补发年终奖10万，够不够？我没有理会他，而是拿起了茶几上的手机，轻轻点了一下屏幕，一段清晰的录音从手机里传了出来。那个父亲真是个傻子，天天加班，以为老板看得到，最后还不是1分钱没有，活该。这是刘明的声音，充满了得意和嘲讽。紧接着是另一个女人的声音，是赵总的秘书。行了，你就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赵总为了把你那6万块的特殊人才奖作评，可是费了不少心思。要不是你叔叔……录音到此为止，客厅里瞬间死一般的寂静。赵总猛地站起来，伸出手就想来抢我的手机。你居然敢录音！我身体向后一仰，轻松避开了他的手，眼神冰冷地回敬他。赵总，恼羞成怒了。2个保镖立刻向前一步，气氛剑拔弩张。我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从沙发旁的文件袋里拿出了另一份东西，甩在了茶几上。赵总，比起录音，我想你可能对这个更感兴趣。赵总，比起录音，我想你可能对这个更感兴趣。那是一份文件的复印件。赵总的瞳孔猛地一缩，我平静地解释道：3年前我刚入职时，公司还只是个小作坊，当时所谓的技术部只有我和李主管2个人。这个天秤座系统是我利用业余时间独立开发出来的。当时公司资金紧张，为了省下购买商业系统的费用，你和我签了这份协议。我指着协议上的一条条款，一字一句地念叨：甲方，公司拥有天秤座系统的永久使用权，但该系统的所有核心代码、底层架构、算法模型的知识产权归乙方父亲个人所有。未经乙方书面授权，甲方不得对系统进行任何形式的复制、修改或反编译。也就是说，天秤座系统是我的私人财产，我只是租给公司用而已。你们不仅没有付我1分钱的租金，现在还克扣我应得的报酬。赵总，你现在还觉得是我在敲诈公司吗？赵总彻底慌了，他一把抓起那份协议，眼睛瞪得像铜铃，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几遍，最后无力地瘫坐在沙发上，他的声音都在颤抖。你这是私藏公司重要资料，是违法的。我冷笑一声，那你克扣员工薪酬，伪造奖金分配方案，任人唯亲，算不算违法？要不要我们一起去法庭上聊一聊？赵总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嘴唇翕动着，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输了，输得一败涂地。李主管和王经理更是面如死灰，他们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份协议的存在。他们现在看我的眼神，已经不是在看一个下属，而是在看一个掌握了他们生杀大权的魔鬼。我重新坐下，占据了绝对的主动权。现在我们可以谈谈条件了。第一，我的年终奖不能低于公司最高额度，也就是刘明的6万块，我要他的3倍，18万，1分不能少，这叫精神损失费。第二，公司必须以内部邮件的形式向我公开道歉，承认在年终奖分配上的错误，并澄清事实。第三，立刻开除刘明，他此前在公司获得的所有薪水和奖金全部追回，转入我的账户，这是对我这3年被他这种废物同事恶心的补偿。走吧，18万还要开除我侄子，父亲，你别得寸进尺。我没有理会他的咆哮，只是看了一眼手表，淡淡的说：赵总，从你进门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分钟，天秤座每瘫痪1分钟，公司的损失大概是30万，现在损失已经超过600万了。你觉得我的价值，或者说我手上这份协议的价值，值不值这区18万和一个废物亲戚？我给你10分钟考虑，10分钟后，如果我没看到钱，没得到满意的答复，那么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
就到此为止。我会把天秤座的所有权卖给你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我相信他们会很乐意出一个让你后悔终生的价格。赵总的手机在这时疯狂地响了起来，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脸色更加难看了。他没有接，但手机锲而不舍地响着。李主管和王经理的手机也同时响了起来，他们看着赵总，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哀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终于在我的计时器即将归零的最后一秒，他深吸一口气，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了一个字：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攻守之势彻底逆转了。我跟着赵总回到了公司，当我出现时，整个办公室瞬间安静了下来，几十道目光齐刷刷地投向我，有惊讶，有不解，有嫉妒，更多的是毫不掩饰的敌意和不屑。他怎么还有脸回来？听说就是他搞的鬼，故意让系统崩溃，好敲诈公司。真不要脸，为了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那些窃窃私语传来，我却充耳不闻。我走到自己的工位前，电脑显示器上被人用红色的马克笔写了2个大字：叛徒。桌上还贴着几张便签：滚出公司，忘恩负义的小人。我伸出手，面无表情地将那些便签一张张撕下来，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这时，一个嚣张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哟，这不是我们的大功臣父亲吗？怎么勒索成功了？回来炫耀了？我回头，是刘明，我懒得理他。我转向赵总，平静地提出我的要求：我需要一个独立的办公室，安静。然后我指了指旁边站着的李主管：从现在开始，他是我的专属助理，负责处理一切杂物。在我修复系统期间，我不希望被任何人打扰。李主管的脸瞬间憋成了猪肝色，让他一个部门主管去给曾经的下属当助理，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他求助地看向赵总，赵总却装作没看见一样。没听到吗？按傅先生说的办。李主管吓得一哆嗦，连忙点头哈腰，跑到我身边，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小傅先生，你有什么吩咐？我没看他，径直走向角落里那间空置的经理室。我没有立刻开始工作，我坐在舒适的皮椅上，对站在一旁手足无措的赵总说：赵总，我的条件你是不是应该先兑现一下？赵总强压着怒火，对秘书说：去，按我说的发内部邮件。几分钟后，一封主题为关于近期年终奖分配方案调整及人事变动的通知的邮件发到了公司全员的邮箱里。邮件里官方的承认了原年终奖分配方案存在疏漏，宣布将进行重新核算，并轻描淡写的提了一句：经研究决定，即日起免去刘明在公司的一切职务。虽然没有指名道姓的向我道歉，也没有提我那18万奖金的具体细节，但已经足够了。整个技术部瞬间炸了锅，刘明尖叫着冲进了赵总的办公室，紧接着里面就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和摔东西的声音。办公室外，同事们围在一起，交头接耳，谣言四起。听说了吗？刘明被开了，父亲也太牛了吧！一个人就把赵总给逼到这份上了。他到底拿了多少钱？不会真的敲诈成功了吧？我隔着玻璃墙，冷眼看着外面的一切。赵总走进我的独立办公室时，脸上挂着一种极其僵硬的笑容。他亲自将一张黑色的银行卡递到我面前，语气虚伪到了极点。小傅啊不，傅先生，这里面是38万，18万是给你的补偿，另外20万是公司预付给你的项目奖金，密码是6个8。赵总见我收下卡，笑得更加谄媚。38万比我当初拿的刘明的6万的6倍还要多，他真是下了血本。我知道这只是他们内斗的开始，而我就是亲手点燃这根引线的人。傅先生年轻有为，能力出众，是我们公司的栋梁之才。之前都是误会，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以后我们还要一起为公司的发展共同努力吧。我面无表情地将卡收进口袋，淡淡的说：钱是补偿我的劳动，但尊严和公道是你们欠我的。这些东西需要赵总你慢慢还。我从抽屉里拿出另一份文件，推到他面前。这是补充协议。赵总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他拿起文件，脸色铁青。这份协议里，我明确要求天秤座系统的核心知识产权归我个人所有，公司只有使用权。未来基于天秤座产生的所有衍生产品的收益，我将享有10%的净利润分成。同时，公司必须与我签订一份新的劳动合同，职位是首席技术官 CTO， 年薪不低于100万。父亲，你不要太过分。我抬起头，直视他的眼睛。赵总，外面的业务停摆1分钟，损失多少钱？你比我清楚。你签下这份协议，我保证在1个小时内让系统恢复80%的运营。你不签，我们现在就一拍两散，你自己选。最终，赵总颤抖着手，在那份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便放下一句狠话出门了。我满意的收起协议，打开了办公室里的电脑。我没有去连接公司的服务器，而是打开了一个隐藏在系统深处的加密文件夹，里面是我这3年来收集的公司内部各种违规操作的证据，从财务的假账到项目的回扣，再到赵总利用职权为亲信谋利的种种记录。真正的战争现在才刚刚拉开序幕。我要的从来不只是一点钱和一句道歉，我要的是把这群蛀虫从我亲手建立的天秤座大厦里一个不留地全部清理出去。就在这时，公司大门口传来一阵骚动，我关上电脑走出办公室，门外许多同事立刻假装忙碌起来，但他们投向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无法掩饰的探究、嫉妒和怨恨。原来是刘明被2个保安一左一右的架着，
往外拖。他像条疯狗一样挣扎着，嘴里不干不净的咒骂着。当他看到我时，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喷射出恶毒的光芒。父亲，你个混蛋，你给我等着，我跟我叔叔不会放过你的，你个靠不正当手段上位的小人。我连一个眼神都懒得给他，这种跳梁小丑已经不配做我的对手。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匿名短信。你以为拿到钱就没事了？别高兴得太早，等着被穿小鞋吧，公司早晚有你的好看。我冷笑一声，删掉了短信。李主管像个跟班一样，亦步亦趋地跟在我身边，手里还端着一杯刚刚泡好的热茶。傅先生，水温正好，您尝尝。我没有接，径直走到技术部中央的总控制台前，赵总和一众高管立刻围了上来。我坐下来，开始慢条斯理地敲击键盘，调出系统后台。我的每一步操作都故意放得很慢，每一个弹出的窗口都仔细查看，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着一些他们听不懂的专业术语。他们在一旁急得抓耳挠腮，却又不敢催促。突然，我一不小心点开了一个加密的邮件草稿，那是我刚刚发给自己的邮件，主题是新合同确认。正文里，我新合同里的年薪100万和这次的奖金38万被加粗高亮显示，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足以让围在我身边的所有人看清楚。周围瞬间响起了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践踏我的尊严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要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咎由自取，什么叫真正的反击。这只是第一步。在赵总和一群高管火烧眉毛般的注视下，我开始修复系统。我的手指在键盘上跳跃，一行行代码在屏幕上飞速滚动。天秤座的底层逻辑被暴力篡改了，有人绕过了防火墙，直接攻击了数据库核心。赵总他们听得云里雾里，但暴力篡改和攻击核心这几个字眼，足以让他们心惊肉跳。李主管，你去重启一下3号备用服务器。李主管跑了过去，几秒钟后，随着他按下重启键，监控大屏上又有2块区域从黄色预警瞬间变成了刺眼的红色。李主管吓得叫出了声，我猛地回头，厉声喝道：“谁让你重启3号的？3号服务器和主数据库是做了镜像关联的，你这一重启，直接造成了数据冗余冲突，现在麻烦更大了。”那是我故意留下的一个陷阱，一个只有我才知道的逻辑关联。我就是要让他们明白，这个系统除了我，谁碰谁死。李主管吓得脸色惨白，结结巴巴地说：“我不知道啊，傅先生，行了，别添乱了。”我打断他，重新转过头，继续操作。我假装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进入了系统的核心日志。然后我惊恐地睁大了眼睛，这不可能！赵总紧张地凑了过来，怎么了？又出什么问题了？我指着屏幕上的一段加密日志，脸色凝重地说：“赵总，你看这里，这不仅仅是系统崩溃，这是有人在盗取公司的核心数据。”我点开另一段记录，而且你看这个，系统里被植入了多个高权限的后门程序，通过这些后门可以绕过一切监管，随意篡改公司的财务数据、客户资料，甚至可以远程瘫痪我们所有的业务。我这话一出，赵总和旁边几个懂点技术的经理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们比谁都清楚这些后门意味着什么。这些后门意味着一旦被曝光，或者被竞争对手拿到，那将是毁灭性的打击，甚至会牵扯出严重的法律责任。谁干的？到底是谁干的？从后门程序的代码风格来看，非常高明，绝对是顶尖黑客的手笔，而且植入的时间至少在半年前，这说明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攻击，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当然，这些后门有一半是我自己写的，另一半是我在日常维护中发现的，来自于公司内部某些高管的小动作。我一直没动，就等着今天派上用场。王经理的声音都在发抖。能修复吗？我摇了摇头，苦笑道：“这已经不是修复的问题了，这些后门像癌细胞一样，已经和整个系统的底层架构深度融合。想要彻底清除，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整个天秤座系统推倒，从零开始进行底层重构。那要多久？如果是我一个人，不眠不休，至少需要3个月。公司1天都等不了，何况3个月？我求你了，傅先生，你一定要救救公司。你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答应。股权，我给你公司股权。”赵总，现在不是谈条件的时候，当务之急是先稳住局面，防止数据进一步泄露。然后我们必须对公司内部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揪出那个内鬼。我需要绝对的权利。第一，技术部门必须由我全权接管，所有人事任免，我一个人说了算。第二，我需要组建一个独立的安全调查小组，有权查阅公司任何部门的任何资料，包括您的。危机在我的描述下一步步升级，公司的生死存亡此刻仿佛都系于我一人之身。高层们如坐针毡，彼此的眼神里都充满了猜疑和戒备。真正的控制权从这一刻起才算真正的牢牢掌握在了我的手中。公司内部的气氛因为我揭露的深层危机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张，客户的投诉电话和违约函像雪片一样飞来。项目延期造成的损失每天都在刷新记录，赵总不得不启动内部审计，几个副总和部门经理整天被关在会议室里互相盘问，办公室里时常传来激烈的争吵声，每个人都想把系统后门这口黑锅甩到别人头上。傅先生，我跟你说，这事儿肯定跟财务部的孙总脱不了干系，他上个季度报的账就有问题。李主管现在彻底成了我的跟屁虫，每天端茶倒水之余，还兼职当起了我的情报员，把高层内斗的最新进展第一时间汇报给我。赵总现在是焦头烂额，四面楚歌，我看他这个 VP 也当不久了。您现在手握王牌，可得选好对战啊！我只是笑了笑，不置可否。我不经意的
在一次系统数据恢复演示中，向审计团队展示了一些被加密的数据流向。这些数据流都指向了几个特定的外部账户，而且操作 IP 都来自于公司外部，但登录的权限却是超级管理员。我指着其中一个 IP 地址，故作惊讶地说：“这个 IP 地址我好像有点眼熟。对了。”上次市场部的陈经理申请海外项目经费的时候，好像用的就是这个代理服务器。审计团队的人立刻记了下来，看陈经理的眼神都不对了。而我提供的这些所谓的证据，自然都是我精心伪造的。我要做的就是不断的扔出火星，让他们自己烧起来。就在公司内部乱成一锅粥的时候，外部的攻击也来了。刘明果然不是个省油的灯，他利用他叔叔赵总过去积累下的一些媒体关系，开始在网络上散布各种关于我的负面消息。震惊！天才程序员竟是商业间谍，利用系统漏洞敲诈公司上百万。一篇篇颠倒黑白的稿子，配上我那一副普通的戴着黑框眼镜的证件照，在各大论坛和社交媒体上病毒式传播，公司的股价应声下跌，几个重要的投资方也打来电话质问。赵总，你们公司内部到底怎么回事？这么大负面消息，我们要暂停后续投资，必须给我们一个解释，不然我们就启动尽职调查，追责到底。外部舆论汹汹，公司形象一落千丈，赵总更是焦头烂额。他冲进我的办公室，把手机摔在我桌上，屏幕上正是那条骂得最凶的热搜。他气急败坏地吼道：“父亲，你看看你干的好事，现在全天下都知道我们公司的丑闻了，这都是你逼的。”我冷静地反问：“如果不是你们克扣我的奖金，如果不是刘明这种废物能拿到最高的奖励，会有今天的事吗？”赵总，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更何况闹到外面的人不是我。我看着他气得发抖的模样，心中毫无波澜。现在骂已经没用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那个恶意泄露内部消息、勾结外部媒体、抹黑公司的人。你忘了，我们自己开发的天秤座系统记录了所有人的操作日志、外联记录，甚至 IP 痕迹，谁跟媒体接触过，谁发的稿，谁在背后煽风点火，一查便知。赵总，我帮你查，你授权给我，我帮你把他揪出来。赵总此刻已经六神无主，只能死马当活马医。我授权你，你马上给我查。我微微点头，打开电脑。天秤座系统的登录界面正在缓缓加载。刘明以为他在舆论上赢了一局，但他不知道他刚刚亲手把自己埋进了我为他准备好的最深的那个坑里。而我现在就要去收网了。我假意答应，立刻调动资源开始调查。半个小时后，我拿着一份证据确凿的报告交给了赵总。报告指出，刘明能够如此精准的攻击公司，是因为他得到了公司内部的内应支持。你看，这些敏感数据只有高层权限才能接触。刘明被开除后，权限早就封了，可信息还是源源不断流出去，说明有人在高层悄悄给他开了后门。张副总平时就和您意见不合，几次高层会都公开跟您对着干，一直盯着您的位置。报告里所有间接证据、时间、权限、操作轨迹，全都指向他们。我还顺便在系统里找到了几处刘明在职时留下的极其隐蔽的后门程序。还有更关键的，我在天秤座系统底层找到了这些程序。赵总，你看这种编写手法和这次攻击我们系统的黑客完全一模一样，而且只有同时掌握技术部、运营部、数据中心这3个部门权限的人，才能和刘明里应外合完成这一系列操作。而这几个部门刚好都有张副总的人插手。我把这些展示给赵总看，表面上是在修复漏洞，实际上是在栽赃陷害。赵总猛地一拍桌子，眼睛通红。保安，一群白眼狼，我平时待他们不薄，居然在背后捅我刀子。我适时补上一句：赵总，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他们既然敢动手，肯定还有后手，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这话一出，赵总彻底相信这是内外勾结，一场针对他个人的政变。公司内部的权力斗争瞬间白热化，所有人都自顾不暇，再也没有人关心系统到底怎么样。我坐在我那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冷眼旁观着这场由我一手导演的好戏。时机差不多成熟了，董事会紧急会议的气氛压抑的能凝出水来。赵总坐在会议桌的一头，他正面临着来自董事会所有成员的严厉质询。赵总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希望我能帮他把内鬼的锅甩出去。轮到我发言了，我将 U 盘插入电脑，屏幕上立刻出现了一个精心制作的数据模型。各位董事，下午好，这是我根据天秤座系统后台日志还原出的本次危机造成损失的完整数据链，但这些都只是表象，真正的危机在于天秤座系统从建立之初就被植入了大量的人为漏洞。这些漏洞与其说是技术缺陷，不如说是某些人为了方便自己以权谋私而故意留下的后门。我当着所有董事的面展示了那些后门的具体代码以及他们被利用的记录，有虚报项目经费的，有篡改采购合同金额的，有将公司公共资源导向私人公司的，每一条记录都指向了赵总和他提拔起来的那些亲信。赵总脸色煞白如纸，嘴里还在徒劳的辩解：不是我，这是栽赃，是他，是父亲在陷害我。父亲，你这个白眼狼，是你篡改日志，是你故意写的后门嫁祸给我。他猛地转向一众董事，拼命摆手：各位董事，你们别信他，他这是报复，他因为奖金没谈拢就怀恨在心，故意搞垮我。这些代码，这些记录全是他伪造的。他是技术大佬，他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我在公司干了10几年，我是创始人之一，我怎么可能给自己埋这么多嘞？这不合理啊，这不合理啊！闻言我冷笑一声，手指在键盘上轻轻一敲，大屏幕上
出现了系统的总控制台界面。各位请看，这些所谓的后门，只要我想，随时可以一键关闭。我按下了回车键，屏幕上代表着几十个后门漏洞的红色警报，瞬间全部变成了代表安全的绿色。赵建国瞳孔骤缩，近乎崩溃的嘶吼：“你看，他随手就能关，他随手就能开，这还不够证明是他搞的鬼吗？是他们的局，从头到尾都是他设计的，爆炸、舆论、内斗、后门，全是他一手导演的。而要重构整个系统的底层安全架构，彻底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对于我来说也并非难事。”我再次敲击键盘，一段全新的、结构严谨、逻辑清晰的代码流如瀑布般在屏幕上展现出来。整个董事会的成员都被我的演示彻底震撼了。高层里立刻有人看清了形势，猛地一拍桌子，高声喊道：“够了！事到如今还在狡辩，我提议立即罢免赵建国在公司的一切职务，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我复议，对于他的党羽也要一并清洗，一个不留。我提议由父亲先生出任公司新一任的首席技术官，全权负责公司的技术安全与未来发展。”赵建国面如死灰：“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我是公司的元老，我有股份，我有话语权，你们这是过河拆桥，是卸磨杀驴，我不服！”他疯了一样想去抢台上的电脑，却被2个保安快步上前，一左一右死死架住了胳膊。“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我站在会议室中央，眼神缓缓扫过那些曾经对我颐指气使、不屑一顾的高管，此刻他们都低着头，不敢与我对视，身体因为恐惧而微微颤抖。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由我主宰的时代开始了。我上任 CTO 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进技术部，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了一份裁员名单。名单上是所有赵总的亲信，那些曾经嘲笑我、排挤我、只会拍马屁的关系户和无能之辈，一个不留。公司内部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清洗。我知道，从此以后，这家公司将刻上我父亲的名字。成为 CTO 之后，我没有丝毫懈怠，立刻启动了对技术部门大刀阔斧的改革。我废除了过去那种论资排辈、靠关系上位的陈规陋习，建立了一套全新的以能力和贡献为唯一标准的绩效考核制度。在全体员工大会上，我站在台上，对着台下几百名员工，清晰地阐述了我的管理理念。在我的团队里，我不管你是什么背景、什么学历，我只看你的能力和你的贡献。只要你为公司创造了价值，公司就绝不会亏待你。过去的那些乌烟瘴气，从今天起一去不复返。台下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李主管战战兢兢地来到我的办公室，像个做错了事的学生。他递上一份长达3000字的检讨书，表示愿意对我效忠，痛改前非。我没有为难他，我看着他那曾经让我无比厌恶的脸，平静地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从现在起，用你的行动来证明你的价值。”我给了他一个新的项目，一个极具挑战性，但一旦成功，回报也极其丰厚的项目。他如蒙大赦，对我千恩万谢，干劲十足地去工作。我不是圣母，但我知道水至清则无鱼。一个真心悔过并且还有利用价值的人，我愿意给他一个机会。但对于那些无可救药的垃圾，我绝不手软。刘明在被开除前，贼心不死，利用他之前偷偷留下的一个低级权限，试图盗取公司一些非核心的技术文档，想卖给竞争对手。他以为自己做的神不知鬼不觉，但他不知道，天秤座的每一个角落都遍布着我的眼睛。我通过系统预留的日志追踪功能，将他的所有操作过程，连同他的 IP 地址、设备信息都完整的记录了下来。我没有私下解决，而是直接将所有证据连同律师函一起交给了警方。商业窃密，数额巨大，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回到公司，风波却还没完全结束。一批被赵总养大的老油条，仗着资历老、关系深，开始暗中串联，试图联合起来消极怠工，抵制我的改革。茶水间里，几个人压低声音嘀咕：“凭什么他一来就指手画脚？以前赵总在都没管这么严。”咱们就拖着不配合不执行，看他能怎么办。对，一起代工，他总不能把我们全都开了。助理有些担心地走进办公室：“副总，那几个老员工最近态度很消极，项目进度拖得很厉害，要不要先找他们谈一谈？”我头也没抬，翻看着手里的部门报告，语气平静：“不用谈。”我直接把名单推到他面前，淡淡吩咐：“通知人力资源部，按公司规章制度直接发解雇通知。另外，全公司通报。”半小时后，一封全员通报邮件炸遍了所有人的邮箱。经核查，以下人员长期不能胜任工作，且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拒不配合公司正常改革，予以立即开除处理。名单一列列排开，正是那几个带头消极怠工的老油条。公司瞬间炸了。随后，我从那些被压制的员工中提拔了一批真正有能力的技术骨干，赋予他们权力和资源，让他们去带团队挑大梁。整个技术部的氛围焕然一新，办公室里讨论技术问题的声音多了，窃窃私语和八卦的声音少。员工们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每一分努力都会被看见、被尊重、被回报。公司终于开始走上了一条良性发展的轨道，而这仅仅只是开始。我利用周末的时间，将天秤座系统进行了彻底的升级，清除了所有历史遗留的隐患，并加入了好几个行业领先的创新功能。新版的天秤座不仅固若金汤，而且运行效率提升了50%。一些曾经看不起我，觉得我只是个码农的同事，现在遇到技术难题都会主动跑来向我请教，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敬佩和崇拜，语气也变得毕恭毕敬。副总，你有空吗？我这个算法跑了好几百，
总觉得还有优化空间。您帮我看一眼。副总，您上次提的那个分布式架构思路，我们试了，效果太猛了，能再给我们细讲一遍吗？副总，这个并发问题卡了我们3天，您一句话就点透了，太厉害了。没过几天，我还接到了国内一家顶级财经杂志的专访邀请。镜头前，记者笑着问道：“副总，外界都说您是凭一己之力挽救了这家公司，您自己怎么看？”我平静地笑了笑，我没有渲染过去的恩怨，那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家公司已经完成了底层重构，未来会走技术立身、公平竞争的路线。记者点点头。那您对公司接下来的技术布局和市场信心方便透露吗？我们会把核心技术牢牢握在自己手里。我要让市场、让投资方、让所有客户看到这家公司已经脱胎换骨。专访一出，行业震动，公司股价一路走高。傍晚，我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看着楼下技术部灯火通明，每个人都在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忙碌着，脸上洋溢着我从未见过的激情和希望。我知道，我终于亲手打造出了一个我想要的职场环境，一个公平、公正、充满了活力的环境。我的内心一片平静与满足，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以为清除了内部的蛀虫，公司就能平稳发展，但我低估了刘明和他背后势力的无耻。在被警方正式立案调查后，刘明和他那个被罢免的叔叔赵总开始了一场疯狂的反扑。他们买通了一些没有职业道德的自媒体和营销号，在网络上对我发动了铺天盖地的诽谤和攻击。这一次，他们学聪明了，他们不再纠缠于技术细节，而是开始对我个人进行人格侮辱和道德审判。蛇蝎男 CTO 上位时不择手段，践踏恩师，毫无道德。818XX 科技新贵父亲的黑料，学历造假，履历注水，背后究竟有多少肮脏交易？公司的股价再次受到波动，一些不明真相的股民开始抛售股票。更严重的是，这些谣言开始影响到公司内部，董事会里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副总，现在外面的舆论对你、对公司都非常不利，你看是不是应该先暂停一下你的职务，避避风头？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但我早已不是那个会因为几句闲言碎语就崩溃的父亲了。我异常冷静，我立刻召开了一场面向全网直播的新闻发布会。在无数的镜头和闪光灯面前，我没有哭诉，没有辩解，我只是平静地展示出了一份又一份的铁证。我展示了公司内部的审计报告，证明了赵总的贪腐行为；我展示了天秤座的系统日志，证明了刘明窃取商业机密的全过程；我展示了我的学历证书原件、学信网截图，以及过去所有项目的成果报告，一一击碎了那些关于我能力和履历的谎言。然后我话锋一转，对于那些捏造事实、诽谤我个人声誉的言行，我已经委托律师进行了全面的证据保全，而这些谣言的源头，我也已经找到了。我通过对网络上所有相关帖子的发布时间、IP 地址、账号关联性进行大数据分析，反向追踪，最终锁定了一个核心的 IP 地址。这个 IP 地址在过去的72小时内发布了超过300条关于我的负面信息，并且雇佣了大量水军进行转发和评论。而这个 IP 地址的物理位置就在赵建国先生名下的一栋别墅里。全场哗然，我没有给他们消化信息的时间，继续扔出重磅炸弹。我不仅查到了谁在背后黑我，我还利用同样的技术追踪到了当初攻击公司系统并植入后门的那个所谓顶尖黑客。我将一份完整的证据链，包括转账记录、加密邮件往来，全部展示了出来。那个所谓的黑客，正是刘明花钱雇来的一个三流写手，而背后提供资金支持的，依然是赵总。真相大白于天下，我将所有的证据当场提交给了在场的警方和法务部门逮捕。我正式起诉赵建国、刘明及其所有同伙，涉嫌商业攻击罪、诽谤罪、诬告陷害罪。我要求他们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最惨痛的法律代价。我利用自身在技术圈的影响力，发布了一份公开声明，获得了国内几十位技术大咖和行业领袖的联名支持，舆论瞬间反转。那些曾经质疑我的董事会成员，此刻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敬畏和钦佩。他们看到了我强大的危机公关能力和那深不可测的技术实力，他们转而坚定地站在我这边，公开斥责谣言制造者，全力支持我对赵、刘二人追究到底。这场外部的攻击不仅没有击垮我，反而像一场风暴，吹走了所有笼罩在我头上的阴霾，让我新任 CTO 的地位变得前所未有的巩固。几天后，新闻传来，刘明和赵总因多项罪名并罚，被正式批捕。他们的反扑彻底失败。我用最强硬的实力告诉所有人，诽谤和诋毁在我面前只会让你死得更快。在我的带领下，技术团队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创造力，成功推出了好几款基于天秤座系统的创新产品，公司的营收和市值都达到了历史新高。庆功会上，我站在台上，对着全场技术骨干举起酒杯。这次项目能成，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谁在干活，谁在扛事，谁值得中奖，我心里一清二楚。当晚，所有人都收到了奖金到账通知，群里瞬间炸了。青哥，这奖金也太多了，我手都在抖。还有股权激励，我真的能成为公司的一份子。跟着副总干，这辈子值了。我看着消息，淡淡回复：这是你们应得的，好好干，未来只会更多。公司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性循环。刘明因为诽谤、窃取商业机密等多项罪名被判入狱5年。据说他在狱中收到了我的胜诉判决书时，精神彻底崩溃，悔恨不已。李主管拿着报纸走进我的办公室：副总，听说刘明在狱中收到您的胜诉判决书时，整个人都崩溃了，哭得不成样子，悔得肠子都青了。还是您看得远，心术正。我以前跟着他们混，真的是瞎了眼。李主管在我刻意的栽培和敲打下，
也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部门负责人。他兢兢业业，对我始终保持着12分的忠诚和敬畏。我把当初赵总给我的那38万的银行卡，连同后来公司给我的股权分红，拿出了一大笔钱，以公司的名义设立了一个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这个基金专门用于资助那些有才华、有梦想但缺乏资源的年轻技术人。回顾这短短几个月发生的一切，从年终奖为0的绝望与冰冷，到如今站在行业巅峰的辉煌与荣耀，恍如隔世。我知道我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而那些曾经的苦难与屈辱，都已经化作了我脚下最坚实的台阶，支撑着我走向更高、更远的地方。一天，我接到了一个国际顶尖猎头公司的电话，对方开出了一个我无法拒绝的天价年薪和职位，邀请我加盟一家世界级的科技巨头。那曾是我学生时代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我几乎没有犹豫就婉拒了。谢谢你的好意，但这里有我的心血、我的尊严和我亲手建立起来的公平与正义，这里是我的王国。一切尘埃落定后，我以技术交流的名义，独自去了一家位于老街区不显眼的独立咖啡馆。靠窗位置坐着一个年轻人，面前只放着一杯黑咖啡，电脑关着，手机倒扣。他就是之前和我打电话的人，也是一个高级黑客。我在他对面坐下，轻声开口：“影子，这次谢了。”说着，我把一张不记名储蓄卡推了过去。酬劳，他没有碰，只是轻轻推了回来。我不是为钱，当年你帮我补上了致命漏洞，保住了我整个人生，那次情今天才算还清。而且看着你用技术把一群蛀虫清理干净，我看得很痛快。我看着他，以后有需要。他站起身，把帽檐轻轻压了压。不必了，我会删掉所有和你有关的记录、入口、联系方式。你现在是正规公司的 CTO， 我是藏在暗处的人，我们不该再有交集。天秤座很稳，我留的后门已经全部清除，以后这家公司你自己守好。话音落下，人已经消失在街角，从此世上再无可以联系到影子的方式。他像从未出现过一样，彻底引入人海。但我知道，在我最关键的那场反击里，他曾是我最沉默、最可靠、最致命的一把暗刃。几年后，我所在的公司已经成为国内乃至亚洲顶尖的科技企业之一。我们以技术为本，以创新为驱动，更以公平公正的企业文化，被誉为业内最佳雇主，吸引了全世界无数顶尖人才的加入。天秤座系统也早已迭代了无数个版本，成为了整个行业的技术标杆。我作为公司的 CTO 和核心股东，不仅在技术上引领着潮流，更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不遗余力。我设立的那个基金已经成功孵化了10几个前景光明的初创项目，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和就业岗位。助理敲门进来，递上一份报表。副总，今年基金孵化的那几家人工智能和新材料公司，又有2家拿到头部融资了，团队都在问您要不要过去剪彩。我翻了2页，淡淡一笑，不用，把舞台留给他们，我们做好支持就行。没多久，之前的李主管又兴冲冲跑过来。副总，好消息，您的故事改编的那部剧收视率爆了，全网都在刷井号致敬父亲井号，井号打工人的正义井号。我拿出手机刷了刷，评论区里满是留言。原来真的有人可以靠技术和底线逆袭。被打压的时候看父亲，瞬间又有动力了。也因为这次宣传，我受邀在全球技术峰会上发表演讲，面向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科学家和企业家，分享我的经验和对未来的展望。当我演讲结束时，台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又是一个黄昏，我站在公司总部顶楼的落地窗前，窗外车水马龙，灯火璀璨。我知道，当年那份冰冷的0元年终奖，并没有打垮我，反而像一块磨刀石，磨去了我的怯懦与天真，最终铸就了我如今的辉煌与坚韧。那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胜利，更是对所有不公的反击，是对所有被践踏的尊严的捍卫。而这一切，都从那个天塌了的清晨，那个哭着求我回去上班的电话开始。一个属于父亲的传奇，将被这座城市、这个时代永远铭记。